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在美国转账的那些事情。今天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会向大家介绍4种美国常用的转账方式。第二个部分，我会向大家说明转账时候的一些注意点，避免账户被封控。转账是一件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操作得当，很容易会触发银行的风控体系，导致账户被封号。大部分被封号的原因都是因为转账问题。首先，在美国常用的转账方式有4种。第一种 ACH， 第二种电汇，第三种第三方在线应用服务，第四种传统的转账方式支票转账。首先是 ACH， 主要用于美国境内的银行间的转账，它有2种方式。第一种 ACH Push， 就是我们在银行向外转账。第二种 ACH Pull 就是由收款银行发起的转账。它的优点是：第一，转账需要的信息比较简单，只需要路由号码和账户号码就可以了。第二，大部分银行都是免费的，除了 BOA 和 TD Bank， 他们 ACH 转出都要花费3美元的手续费。缺点：第一个是转账通常需要2到3个工作日。第二点是，一般银行都会有 ACH 的限额，具体大家可以咨询各家的银行。这里是美国一些主要的银行的 ACH 转账的费用和处理时间的明细，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需要注意的是，一些银行会将 ACH 的每日转账限额设定在1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第二种方式是电汇，电汇我们可以在银行的柜台网银内操作，这里推荐网银操作，比较方便和快捷。它的优点是，第一点是到账时间比较快，境内电汇当天可以到账，境外一般是1到2天。第二点是可以接受大额的转账。它的缺点主要是，第一点是需要提供的信息比较多，尤其是跨境汇款，要提供银行的 SWIFT 地址、ABA， 甚至有的还要提供中转行的信息。第二个缺点是电汇的手续费很贵，一般都会在30美元左右，而且还有中转行费用和接收行费用。以下列表是美国一些主要银行在标准账户上直接收取的电汇转账费用，境内和境外转账的费用都各不相同，如果有中间银行处理电汇，可能会收取额外的费用。电汇的费用主要是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汇出行的费用，第二个部分是中转行的费用，如果是境内汇款不牵扯中转行，主要是跨境电汇需要收取这个费用。第三个是接收行的一个费用。在美国，电汇服务很高效，但也并非是及时的，资金会在当日或者1个工作日内到账，这取决于你转账申请的时间和银行的工作效率。一旦资金到账，该笔交易的状态就会变为已结清，收款人也会随时的去取用这个资金，而不用去等待有任何的资金的冻结期。也就是说，电汇交易一般仅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第三种方式是第三方的在线支付应用。这种支付应用主要是个人对个人的支付工具。首先，你需要在第三方应用服务上来绑定你的活期存款账户的路径号码等信息，然后使用收款人的账户信息，可能是邮箱，也可能是对方的手机号码，来进行资金的一个转账。现在主要有2种热门的应用，第一个是 PayPal， 这个可能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个第三方服务，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 PayPal 账户。你可以在 PayPal 里面绑定你的银行支票账户或者借记卡，向其他的美国 PayPal 账户发起转账，是没有任何手续费的。对方收到款项提现到美国的银行账户也是免费的。第二种就是 Zelle。Zelle 是一个银行间的一个即时转账的系统，转账的双方都无需支付任何的费用。它最初是由摩根大通、BOA、富国银行合作开发的。它的优点是，第一个，转账是及时到账的，可以跨行，没有任何的手续费。第二个优点是操作方便，只需要知道收款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或者邮箱就可以了。第三个优点是，如果你的开户银行已经是 Zelle 的合作伙伴，你就不需要去专门下载 Zelle 的软件，直接在银行的官网和手机 App 里面就可以操作，比如 BOA 美国银行就是可以的。
它的缺点主要有，第一个缺点是，虽然 Zelle 的官网没有提到有转账金额的限制，但是一般银行都是有的。比如说 BOA 的 Zelle 转账限额是每天2500美元，摩根大通是2000美元。第二个缺点是不支持跨境汇款。第三个缺点，如果收款方没有 Zelle， 就需要先去注册 Zelle 才能够收款。下面介绍第4种转账方式，就是传统的支票转账。假如不需要计算到账的时间，或者说你在旧账户里面还有一些零花钱，而你只是想将这些余额转移到新的账户并清空你的旧账户，那么为此大费周章的去注册第三方应用服务，或者说逐一去填写各类的汇款路径号码啦、账户信息啦，肯定是有点太花费时间，是不值得的。这个时候你只需要简单的给自己开张支票，仅仅是在收款人一栏填入自己的名字，然后将支票存入新的个人账户。如果你的移动手机可以支持存入支票的话，你就不用出门就可以完成转账。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自己填写支票，可以向银行申请打印一份，不管你是在哪个州给自己开张支票并邮寄到家，都并不是什么难事。当然，这种方法在国内并不适用。如果有小伙伴收到了支票，倒是可以在手机的 App 里面将支票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下面我们来聊一聊转账的风险。在中国，只要是你自己的合法收入，随便你怎么转账，转多少次，转多少金额，都是没有人管你的，银行也不会管，税务也不会管。但是在美国，转账是一种高风险的交易方式。这是因为两国的国情是不同的。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不是很发达，支付方式也比较单一，很多时候还是用现金转账来进行支付，所以转账这种行为是经常发生的。而美国的支付方式非常多，绝大部分人都习惯使用信用卡、支票来支付，需要转账的场景非常少。而一旦银行发现一个账户有频繁的转账，就会判定为异常行为。所以重点就是不要直接通过银行账户来转账，我们可以使用第三方工具来进行，推荐 Zelle、PayPal 这2种工具。如果是陌生人转账，推荐使用 Zelle， 因为它是及时到账的，没有办法去撤回。PayPal 转账因为它是可以申诉撤回的，所以陌生人也不推荐使用，熟人的话就没有什么关系。另外，初次通过美国银行账户电汇或者转账时，有可能会遇到银行审核，具体的表现为交易被冻结或者账户被冻结。这个时候不要慌张，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客服。如果你的美国银行账户是代办的，那么请第一时间联系代办中介，让他们帮忙解决。不过也有一些无良中介，你账户办好了，确认收货之后就撒手不管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联系。之前我一直以为美国银行是没有中文客服的，后来发现他们竟然是有的。客服的联系电话在这里，大家不要直接用自己的手机去拨打，越洋电话费用伤不起的。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个 Skip， 直接用 Skip 去打美国境内所有的客服电话，都是免费的，包括银行、券商、各种公司，通通是免费的。打电话之前需要准备好护照、你的银行账户信息，包括借记卡、信用卡、开户地、账单地址、开户时填的手机号码等信息。客服会通过这些信息来验证你的个人身份。如果你答不上来，就有可能会被锁定账户，需要本人亲自去银行网点解锁。人工客服的上班时间是美国西部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点，大家可以去参考洛杉矶的时间即可。下面我跟大家演示一下用 Skip 打美国银行客服电话。感谢您致电美国银行信用卡中文服务中心，普通话请按1，广东話請按2。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的办公室目前已关闭。我们的办公时间为美国西部标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至下午5点。
请在这一时间段内回电。如有紧急问题，并希望用英语和坐席代表交谈，请拨打您卡片背面的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可能被录音，欢迎致电 Bank of America。要访问您所有账户的信息，请输入您的电话银行用户号，或者您可以输入您的卡号或账户号码。总结一下，就是转账的时候，小额多屏选择 Zelle、PayPal 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大额支持 ACH 就尽量去选择 ACH 免费。这两种转账方式几乎都不会被银行风控。如果不支持 ACH 的大额转账，就选择电汇。电汇被风控的几率比较大，一旦被风控，第一时间通过中介或者自己去联络银行客服确认身份，说明转账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也不至于被封号。当然，如果你转账给政治敏感人物，那被封是100%的事情。虽然美国是自由社会，但也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随心所欲。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办理 BOA 美国银行的账户，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联络我。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也欢迎加入我的电报群讨论。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境外资金账户的办理以及个人理财的知识，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